大家好，我是倩妮厨房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金汤锤虾。这是一款传统的扬州菜，在当时那个年代算是时尚菜，书中的记载也大差不差。不过现在将其改良后，还是可以做出高档的感觉。首先准备虾仁，传统菜是用河虾，个人感觉用海虾会更好，一来个头大，二来改变虾的质感，可以让虾的口感更 Q 弹，而河虾本身比较嫩，无需这样操作。首先将虾仁洗净，然后放到厨房纸上吸去水分，接着放入碗中上浆，上浆既能入味，又能增加虾仁的粘性，捶打的时候更容易形成薄片状。这里的虾仁为180克，所以盐的量1克即可，糖0.8克，牛肉粉1克，胡椒粉1克，用手抓匀，再灌打上劲。这是很重要的一步，虾仁有劲后就会有粘性，这样捶出来的虾片不会散掉。接下来放入5克的淀粉，淀粉的作用就是起粘合作用，不过也不能过多，过多影响口感。起粘后可以放入少量的蛋清，让粘度更强。不过我没放蛋清，只是加了少量的水，让稠稀度适中。传统的捶虾方式会直接放在砧板上，沾着淀粉捶打，而我这里使用了食物袋，这种袋子要略厚一些，和传统的方式相比，好处一看便知。将虾仁排入袋中，然后用锤子逐一捶打，看看捶打的效果，比在砧板上直接捶更容易，而且不需要沾更多的粉。捶打好后，还可以用擀面杖擀均匀。对着光看看，是否有地方还有不足，随时补充虾仁即可。准备好的虾片放入冰箱静置30分钟。下面开始准备金汤的料。现在行业中使用金汤大多都会用南瓜调色，高档的餐厅会熬制浓汤加鸡油，不过一般家庭用南瓜还是比较经济的。我这里使用的是韩国的小甜南瓜，色泽、口味都不错。南瓜切开后去籽，清洗干净。锅上火，放入南瓜，等烧开，调小火，加盖，约煮10分钟。时间到，取出，趁热放入电磨杯中，加入少许水，搅打成泥。由于是为汤汁调色的，所以稠稀度无关紧要，细腻即可。打好的南瓜蓉放凉后，可以放入冰箱，随用随取。另外，将以前剩下的鸡骨头清洗后，入锅中烧开，去掉浮沫，小火炖煮约1个小时。过滤掉骨头后，形成基本的鸡清汤。这种汤可以提前准备好，多余下来的可放在食物袋中冷冻，以后需要的时候随取随用。准备一些小青菜头，用于点缀和装饰。将小菜头的头和叶子修整一下，再将其头部切个10字刀，再切一些红椒段，装饰在菜头上。正所谓红嘴绿鹦哥，原来是形容菠菜的，不过用在这里挺贴切，这也是比较传统的点缀法。锅上火，放入水，烧开后放入菜头汆烫，接着下入从冰箱中拿出的虾片，快速汆烫后取出，放入冷水中，开盖后冷水放入，虾片自然分开，放在砧板上，用模具刻出形状。余下的原料可以切碎，切碎的虾片可以炒、烩，也可以做汤羹，总之不会浪费。这里我一并做成了金汤锤虾，看看虾片还是很有弹性的。接下来我们将南瓜蓉和浓汤宝准备好，没有浓汤宝的可以不用。锅中放入鸡汤约500克，放入半块浓汤宝约16克，注意浓汤宝是有咸味的。化开浓汤宝后，调入南瓜蓉约20克。南瓜蓉尽管有甜味，但配合鸡汤后非常好，没有违和感。
汤汁烧开后，调味一般放些牛肉粉即可。接着放入虾片，待虾片回热后，捞出装盘。接着勾芡，芡汁放入的时机和之前的视频一样，温度不要过高，分次加入。呈现米汤状即可，淋入少许麻油增亮，有鸡油的话更好。看看装盘的效果，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。喜欢本视频的可以订阅，将来还会有更好的视频等着你。现在替大家尝一尝，金汤醇厚鲜甜，虾片滑爽 Q 弹，非常不错，值得一试。再看看醇厚的汤汁和色泽，是不是有食欲？在传统菜的基础上改良，本视频上的操作还是比较简单易行的。最后感谢您的观看，希望得到您的支持。